印度勒索发达国家，想减排，你就必须提供给我1万亿美元。新德里的毒气还将继续排放几十年。观众朋友，晚上好，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呢，全球治理气候变化问题呢，成了举世瞩目的一个焦点。近日，中国两国领导人出人意料地达成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又被称为是巴黎协定能够落实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中美两国是目前全球碳排放量最多的两个国家，但是不要忘了，后面还有一个潜力更大的国家，那就是印度。印度的莫迪政府在第26届缔约方大会上提出了一个较为远大的目标，将在2070年以前实现净零排放。这是印度首次承诺零排放的时间。就在各国为莫迪的魄力感到惊叹的时候，印度人却默默地说出了一个前提：发达国家必须为印度提供1万亿美元的金融援助。印度提出的资金要求是目前所有发达国家每年提供的资金援助的10倍。可以说，莫迪政府先给西方一个甜枣，接着就是一大巴掌。因为目前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在减排方面每年1000亿美元的要求都做不到，而美国更是在特朗普时期一毛不拔。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在会后表示，他不会承诺向印度提供1万亿美元。那么，印度的态度实际上就是目前全球治理气候变化这个难题。发达国家不愿意承受更多的援助，而发展中国家呢就不愿意积极的减排，更不愿意放弃发展权。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讲，甚至呢还没有经过工业化，一旦落实了减排指标，就等于是自废武功了。印度的要挟能不能奏效，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新德里的毒气排放可能会让印方需要更为迫切地解决其空气污染的问题。现在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大多呢都来自印度。有报道称，在排灯节大规模的燃放烟花爆竹之后，印度首都已经连续多日处于红色警报的状态，污染指数降到400，就算是很香甜的空气了。那么，印度的主要问题恐怕还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政府有没有能力治理的问题。10几年来，印度明明知道农民烧农作物秸秆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但是一直没有好的处理办法，因为这是农民的自由。印度不像中国那样可以全国一盘棋的治理污染，而其经济呢又严重的依赖煤和石油。目前，印度70%的电网能源供应主要是来自于煤。如果再没有大量资金支持完成零排放的目标，恐怕就是一个天方夜谭了。如果莫迪不给西方一个承诺，那么就会被看成是国际社会的异类。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给发达国家提了一个1万亿美元的资金要求，必然会成为其放弃环境治理的完美理由。可以说，印度在减排问题上耍了滑头，这就为印度经济长期的粗放式发展创造了一个条件，也意味着新德里的毒气排放还会持续几十年。碳排放问题关系着国家的发展权，但是呢，又关系着民众的生活健康和生活质量，还关系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有幸生在中国，我们不但有能力治理好空气污染，还有能力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做到减排的目标，这才是中国敢和美国签署新宣言的原因。中国在处理气候问题上玩的是大智慧，动用的是大手段，而莫迪仅仅是玩的小聪明。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